第12集，科考舞弊幕后主谋。在科举会试当日，贡生徐雨欣因夹带小抄而被监审当场抓获。徐雨欣承认小抄乃是贡院前客售卖，此言一出，令在常人无不震惊。会试出现如此大的舞弊行为，裴友说下令停止考试，并搜查所有考试。凤七梧向黑风息汇报贡院的事情，没想到他竟早已知晓，看来是有些人逐渐按耐不住，而百里氏又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。倘若黑风息执意要保裴大人，百里氏便会借群臣的口，诬陷他结党营私，罔顾国法，若是不救，又会令许多老臣心寒。考虑到明日早朝，雍王肯定会派人调查作弊一事，黑风息让凤七梧助他拿下这件差事。在面对雍州史上最大的舞弊案，雍王询问袁禄的想法，而袁禄认为此事关键不在于泄题，因为他看过贡生现场作答的答案，与小抄完全不同，就连凤世英和宋思翰的答案也都相差甚远。白郎华迟迟联系不上父亲，便怒气冲冲跑去质问白风息，觉得他是故意隐瞒。白风息安慰师妹，表示师父做事小心谨慎，肯定不会出事，况且他已让黑风息寻找，希望白郎华能稍安勿躁。怎知二师兄顾宇从中挑拨，他笃定白风息是巴不得师父遇难，届时顺理成章的坐上掌门之位，所以继续质问白风息为何要对大家瞒报师父失联，居心何在，很明显是做了亏心事才如此。白风息当众表示自己从来不想要掌门之位，可白郎华情绪激动，偏要出去寻找父亲，最终白风息只好点了他的穴道，并让修九荣扶回房间休息。待其他人退了去，白风息也懒得搭理顾宇，明确此事由师父定夺，同时警告顾宇若再敢生事端，别怪自己不顾同门之情。殊不知，此时白建德已来到雾山，欲询万剑庄的王水龙。次日早朝之上，雍王勃然大怒，未料如此荒唐之时竟然发生在雍京，让他不禁想要问臣子们都在做些什么，是否都只会低头认罪的酒囊饭袋，背着科举舞弊的笑话向天下认罪。凤七梧主动谏言，认为此事可以由封兰溪负责审理调查，毕竟科举视为王室，天下选拔人才之举，涉及甚广，更关乎王室颜面，故而由王室之人出面最为合适。大臣纷纷附议，黑风息顺势应和，愿为雍王解忧，最终雍王命令他在7日之内查清科举舞弊之案。朝会结束后，雍王想不通为何二殿下要接这个烂摊子，于是将刑部尚书张仲吉传唤进宫，虽说已让封兰溪负责调查，但科举舞弊毕竟是刑部的事情，所以要求张仲吉该站出来的时候还得站出来。白郎华因父亲失联一事跟白风息闹脾气，白风息安慰师妹，承认自己之所以隐瞒实情，就是不愿看到今日的局面，更担心他这么折腾导致病情反复。因为天双门是师父的心血，所以白风息格外重视，希望白郎华能与他好好守着门派。黑风息亲自审问徐雨欣，了解到前课拿出的考题是誊抄在金帛纸上，而朝中3品以上的大臣才能使用金帛纸，吏部有金帛纸的记录，于是他安排凤七梧去核实去向，并且根据徐雨欣的讲述，描绘出前课画像。顾宇在西风赌场输了钱，便向前课借走5银叶，现在加上利息要还20银叶，结果闹到他们师兄弟的住处。尽管顾宇嘴硬不让白风息插手，可白风息还是找到了前客，只愿意偿还5银叶本钱。前客见白风息是一介女子，本想要动手动脚，却不知她武功高强，而白风息逼着前客拿出借条。恰巧黑风息拿着画像寻来，愿为白风息搞定借条的事情，让他先回去等消息。白风息发现自己每次遇到麻烦都有黑风息摆平，甚至发现他能在雍京城畅通无阻，不禁好奇他的真正身份。前客交代借条在吴三爷手里，而此人便是城中地痞，掌管着西风赌场还有几处妓院。黑风息将前客带到刑部，逼问他贩卖考题之事，了解到他是受吴三爷指使，便令任家兄弟将吴三爷带来。
此时张仲吉来向雍王禀告调查进展，念及丰兰熙身体不好，让他先回去休息。黑风息知道这是父王的意思，毕竟是涉权力之争，众人皆在权力的漩涡之中。既然如此，黑风息干脆去槐树巷找白风息，并将顾雨谦的借条交给他。两人一时兴起，便在院子里玩蹴鞠，结果封常搬到隔壁院子里，意外看到这一幕。想来以往体弱多病的弟弟已经康复，封常本该是高兴，可又念及弟弟在瞒着自己，突然心情变得格外低落。没过多久，黑风息向雍王汇报案情，根据吴三爷的供述，当初给他答案之人正是梁国公府上的总管。管事承认是梁国公泄题，随后又遵从梁国公安排，交由城中地痞吴三爷假意售卖考题。刑部尚书张仲吉查实，7名涉嫌舞弊的贡生中，只有3人与前客达成过交易，剩余4人是被栽赃陷害，而这4人也都是裴有说大学士的弟子。他们从前客处找到誊抄试题的金帛纸，上面字迹跟梁国公比对吻合，而梁国公府上正好少了一张不知去向的金帛纸。王相有异议，因为梁国公府上少的那张金帛纸在他手上，恳请雍王重审此案。